好，郑文灿被羁押，王义川说呢，虽然我觉得司法不公，但是那怎么办呢？还是要相信呢、不甘愿也要相信呢、不然该怎么办？就是不相信的意思啦。他说不要因为这个案子就抹杀郑文灿过去的努力，过去8年做很多事情啊，你们当时不是蓝白都是他好吗？怎么现在就都骂他呢？那桃园市议员詹江春说呢，郑文灿花1000万来养蝾螈。王义川被提拔是桃园航空城的董事长，竟掏空桃园，是桃园的罪人这是这个詹江春说了说他是败家子那这个是郑文灿的酬庸酬庸他等等，因为当时呢，郑文灿担任桃园市长的时候呢，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是王义川，就把他找来当桃园航空城董事长，结果呢，掏空了桃园的土地，私下挪用预算。发行股票，所以他说桃园的败家子王义川，你是桃园的罪人这是很凶这样骂那另外，因为王义川发行股票没有向桃园市议会报告，当时呢，他担任桃园航空城董事长，被桃园市议会赶出议场，不要进来你都不让向市议会报告那另外，桃园的这个詹江春说呢，他祸害桃园3代人，而且台积电当时为什么不到龙潭这个案子呢，水也很深，我们看一下。董事长，从成立到现在，我们总共亏掉了多少钱？1亿2800，1亿2900，对，1亿3000万啊。花钱花在哪边？41%左右，大概是人事费。人事嘛，人事最主要支出嘛，其他是业务性的支出。对，有60%不是人事嘛？具体的成绩是什么？好，我直接问你，我们签了几个合约？招商嘛？我们签的这个 MOU 是21，签了21个 MOU， 实际上带进桃园航空城带进了多少资本？这个很难估计的原因是没有嘛？因为没有土地怎么招商，对不对？对，没有错。所以是0嘛。我跟你讲，21个 MOU 你还好意思跟本席讲 MOU 我们郑文灿市长都嘲讽韩国瑜市长讲 MOU 只是空的嘛，因为实际资本进来之前它就是空的。本席是同意这样的说法，所以你的21个 MOU 是不是空的？当然是空的嘛。老沈。像王义川这种人呢，真的是舌灿莲花，怎么讲都对。你说现在为了替郑文灿讲话，就说他过去对桃园的贡献不能来也要把它考虑，不能完全把它说现在是什么贪腐。但是王义川这种人最喜欢讲两蒋的坏话，两蒋对台湾根本就是罪大恶极的历史这个最大的这个罪犯。但是两蒋对台湾的贡献，你们就有考虑两个抵消一下，所以这种我别讲爱讲的理那至于桃园，我在脸书就讲这个弊案在桃园不分蓝绿因为真正的桃园的好几千亿的土地，这个更改地目这些东西好几千亿尤其是航空城，我觉得航空城真的去挖的话。当然，王义川当董事长这个时候，包括甚至安插很多人落选的县市的人都安插到桃园来，那很多就是不需要的董事长、不需要的总经理，就是坐领甘心的一大堆。但是这个还是小数目就是航空城这一块那么大的土地，在分割划分的过程当中，先有消息，然后去赚这个小的预先消息而赚的钱的。所在都有，而且蓝绿都有，所以你看现在桃园这个就说老一辈的小牛这个刚刚上任的林涛，这个不算，因为他们还没有占到好处。但是已经上任，在台面上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不管是蓝，不管是绿，都有份。这个就是要怎么挖，还有你这个涉案的程度有多深。我在这里再讲一次，蓝绿都有份。所以现在蓝绿的民意代表很不愿意上节目来演讲，因为他们都晓得说我的份到底会不会被挖到，那到时候不是很丢脸吗？所以弊案在桃园不分蓝绿，弊案在台南没有派系。伟汉。因为王义川刚刚那个影片，大家看了以后可能会有时空错视，怎么会是刘许廷在跟王义川？对，那是2019年的时候航空城董事长，那刘许廷是议员，现在刘许廷已经当立委了，那王义川现在他当时没有这么全国知名度啦，是这一次的立委选举，他被排不分区，然后全台宣讲所以他的绰号叫拱川嘛所以民进党的支持者是王义川是很有影响力的，他出来等于是送暖但你一看他当时是这个航空城董事长，他当然也就等于郑文灿提拔他的，是的，但也就纯属送暖嘛。
今天他并不是以一个说，比如说他很独立超然来看这个桃园的事情。我的态度一向都是这样哈，勿枉勿纵了哈，就中华民国无罪推定。现在目前郑文灿面对的是2017年的500万的那件事，可是桃园在这么的建设快速的发展、人口移入的状况之下的时候，我相信建设是一定有的。所以王一传讲这个并没有错，只是当年比如说被监听到，然后还拍到照片，没有去搜索官邸，这个就不是一般检调的做法，大家就会认为说他是不是有人在保护他？那现在保护伞没了。所有的桃园过去这8年郑文灿前市长期间的每一个案子都去检视一下，有问题的那可能就抓纠错，没有问题的也还他清白。那回过头来再讲说郑文灿他的那个刚刚前段讲他身材胖，我认识他很久，因为采访我从他瘦的时候就认识他了。那我很负责任跟大家讲，他并不是说就是怎么样变胖，他就是吃喝变胖啊。这个其实倒回来看这个他的身材变成这样，是因为他在桃园拼了命的在跑。他在桃园能够连任，或是当年能够选赢这个吴志阳，其实大家都很惊讶，因为桃园本来比较蓝嘛。现在看起来桃园还是蓝6席都是国民党的立委嘛，市长也是张善政。可是郑文灿如何这8年当中他可以选上又连任？他地方的这个绵密的，我们违法的绝对不能做。可是他关心地方邻里长，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谁，我这边要干嘛？他市长亲自去，然后一个晚上跑6、7趟，那6、7趟有人跑他就是以茶代酒啦，或者是说做个样子，他是真的有吃喝啦，所以才会突然变那么胖。那个已经我觉得过胖对身体不好，那个跟贪腐是无关的啦，这一点部分大家也要理解。不过你说完全无关也很难讲，就是呢吃喝那么多，在应酬当中杯弓交错，那一定有各位就拉了很多关系，政商关系嘛。我补充一下，你说都不应酬，看有那么多政商关系，我就不相信。这个胖不胖应该我讲一点，很多人他瘦不下去。都说这跟吃没有关系啊，我喝水啊、吸空气啊都会胖，这个是胡说八道。所有被关过的人，没有一个是胖，没有一个是变胖，大家都变瘦。你刚才有讲过，就是饶饭大概就油的成分比较低，不是它是热量的总量管控。卡路里了，对。它总量大概如果给你2300卡，就是不会超过那个，所以盐签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吧。那当然，肥胖瘦与否跟贪赌不一定成正比。但是如果你在考虑其他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跑动很多啊，比如说你跑的同时真的吃喝啊，还有比如说你处理家里长辈的告别式的方式啊，这通通加起来，其实代表一个从政人员的生活方式跟核心价值。如果你俭以养廉，真的做到家的话，不是像古时候有些官表面穿得破破烂烂，你先看里头都是绸缎绫罗那这样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生活方式跟你做官清廉不清廉是有绝对关系。这官清廉，假崩高盐嘛，怎么会胖？好吧，他这个台积电怎么回事这就是说呢，台积电当在龙潭要设厂，征收户集体抗争就是因为台积电的消息事先被泄露，透露给财团，并且进行规划周边土地大批收购，就老陈讲，先透露出来，然后财团赶快去买旁边的土地。在5合1选举前呢，苏贞昌、郑文灿先后宣布台积电来龙潭设厂的消息以后，土地价格攀升，这些财团利用利多出脱，土地赚了，因为涨价就卖掉，饱赚一番。地主不知情不知情的地主得知后，不满将被征收，就展开激烈的抗议。然后呢，他说呢，民进党的市议员叫做张兆良，在议会说支持这个案子，那太太呢跟小孩呢在自救会担任要角去抗争台积电，所以一个在议会说我们支持台积电，一个在地方抗争，所以台积电后来大概考虑算了，走了。来，黄大兄，这个桃园我们看这6都里面大概桃园所爆出来的土地开发案，大概是最多的台北当然我们像重划过很多次，台北大概没有，现在大概关渡坪还有4颗，其他大概没有什么地。桃园的重划的地方太多了，这个里面透露着很多的讯息出来我在议会我在立法院就看过地方上的立法委员
为了桃园航空城的事情，哇塞，互相吵架。这个你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不晓得。各位看官呢，我们看看吴宗宪现在的立法委吴宗宪，他在当检察官的时候曾经办过哈，我没见，我最近没见到，我在网络上看到他讲那些话，其实从他的话里面去体会一下，他曾经办过很桃园的案子哈，所以他来讲不是只有这一块的土地开发案有问题。他说还有很多哈，我想我们也知道土地去炒作，你看，像我们各个地方最近光很多的地方土地炒得一塌糊涂哎，这个炒作获得是什么意思呢？很多去炒作土地的财团获利，但是后面更多买不起的年轻人那种恨，那种仇恨值，我跟各位报告，在台湾的仇恨值越来越高，其中有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大家买不起房子，贫富越来越悬殊，最后的结果是社会不会祥和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立法院现在大清仓啊，马上要休会了哈。新住民法、N11组织法、电业法、健保。点值可能都要付诸表决哈。那刚刚3读通过了啊 ，NCC 委员最多连任1次，任期8年，就是1次4年，只能任期1次。删除委员连任的过渡条款，以前是说新的委员没有产生前，旧的委员继续干，现在这个拿掉了，就是到期你就走。哦，新的委员来不来你都得走哦。而且呢，如果说立法院没通过，3个月之内你行政要再新提名，好，新提名。那这样的话 ，NCC 不找原来预备要连任的、当主委的啊，什么副主委可能都不行了，因为任期到了啊，只能1次哦，不能够让你再继续连任啊。那另外呢，这个健保点值法，滕西华啊，他是做了很久的民间监督健保发言人，他说，如果通过是祸国殃民，乱讲，再留子孙，好，等等会给你讲。他说，医界大佬一边喊赔钱，一边呢盖医院，这是相当矛盾的现象。目前全国有468家医院，19万张病床，光是健保市场超过8700亿，还不包含自费医疗。哦，所以民意代表你们不应该只说啊，医疗人员是血汗哦，而应该质疑医院大老板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啊？那医院大老板我都了解，大概长庚是赚不少钱了啊，长庚是赚，荣总台大都靠那个停车场跟那个下面那个不是他那个美食街，我觉得一个医院靠停车场跟美食街赚钱，现在也蛮惨的。长庚是靠股票哦，长庚投资对他们捐很多股票给他对。那另外呢，这个协商破局了。哦，国民党说民进党太恶霸，民进党不肯哦。那民进党说呢，你们加建请2次才可以，建请就没有效率，建请行政院做啊。那所以呢，国民党不愿意加建请，就是说你就去做啊。好，那么卫福部说呢，1.1元健保会崩盘，这样的话114年要涨价啊。那另外呢，王玉敏委员说呢，那至少0.95元嘛，哦，不能1元就0.95嘛，你现在有的时候给他考0.8哦等等啊。那另外呢，药价要下手。所以他们民众党提出有3点附带决议了啊。陈昭之说绿营也支持他，真的还假的不知道啊。那另外呢，他们主持两岸观光哦，结果呢，今天呢，交通部长李孟燕、陆委会主委邱垂正都不来，由次长出席，所以呢，在野党团不满哦，因为他们今天朝野协商要解除禁止人民组团到大陆观光限制进行讨论。哦，大家有业者陈情了，所以阻止我们干嘛？其实阻止还是有人去，哦，怎么去呢？到了大陆以后，在那边组团，那这样的话保障就不够了，哦，对我们的人哈。那3个首长缺席，韩国瑜说，下次如果不来，就要罚写100遍，下次我亲自参加，不来你也没办法。我们看一下，尽力来。会期最后一天，韩院长继续拼协商，蓝绿总召前一刻勾肩搭背，结果在协商外头。走廊
房上已有烟硝味，快马加鞭拼法案大清仓，但第一案处理解除附录禁团令，主责的交通部、陆委会首长竟然双双缺席。是啊，这是不尊重啊！院长主持呢？难道民进党团可以接受这样子吗？柯导下不来，一定要给院长请个假，这是一定的。你们要谴责他，我没有意见。双方火气都很大，柯建铭认了的确是错误，但要排队等协商的还有花东快刑法第286条等法案，若协商没有共识，将进入表决大战。今天排案大概有50-60案啊，我也希望呢，民进党当家不要闹事，电业法这个政府涨价是不是应该要公开透明？很争议的法案，我们绝不妥协。哪一些法案会进入表决战？国民党团翻修 NCC 组织法，取消 NCC 委员连任制度，并且删除过渡条款。只是在进入表决大战前，韩院长似乎也已疲惫。洪东伟已经举手，我们请洪东伟之后，洪胜汉，对不对？我头昏了，对不对？洪胜汉，韩国人念成洪东伟，生嘛跟东有一点像哦。好吧，这个柯建铭说，我们大陆团不能组团的道路是大陆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我是反对解除的哦。那另外呢，这个另外一个调查哈，就是也是台湾民意基金会了，对大法官没有信心，有信心的42.1，没有信心的49.7。我觉得大法官看了应该蛮汗颜的，老师。这个滕细华，我已经认识他好几十年了，是学问好，是有实力，而且立场公正。我认为他应该早点进入官僚体系，对健保啊，对社会医疗一定有很大的帮忙。但是他今天的讲法是不合逻辑的。我跟你讲大家应该去了解，大家都最大的争议是说点值要不要固定我觉得点值有等于几块钱，这观念一进来就完全离谱了。原来是点值是出现，是因为总额预算那总额预算这个点值是它的工具，就是把所有的病都给个点，然后每一点就是1块钱。好，那这样等有一天这个总额预算这个快要破产了，但政府来一个很奇妙的想法，就说点值打折，就一点不再是1块了，一点是9毛5、9毛3、9毛2，甚至掉到8毛多是接近7毛多了。但是呢，等到 COVID-19 发生的时候，很多比如说小儿科啊，比如说耳鼻喉科啊，他们没有病人了，所以使用的点就下降了。那照道理讲，它一旦总点数、使用数下降了，它点值就应该不止1块了，它应该可以涨嘛，它又不涨了。所以它降的时候降得很凶，该涨的时候它不涨，所以这种完全是官方一手可以操控的。所以你说它是市场机制，他说不是，我是社会主义。你说它这个是政府要负责全部，他说不，护士小姐不来上班，这是自由市场，谁在共钦差公共现在问题是赖清德总统他是医生他对这个点值是最敏感的他选举时候的答应的，今天都翻案了。但是呢，今天蓝绿白争执在点值要不要 fix 要不要 fix 在1块或者是9毛5，这是错的。你要回去根本检讨整个全民健保的财务架构全民健保的财务架构是现在病越来越贵。因为现在新的病要给付的很贵贵得要命，老人越来越多，还有很多的新病的治疗的新方法，贵得要命贵得要命。你到底给不给？你给的话，那原来的结构是不通的但是大家不敢面对。现在所有的医药费用协会的里头的人除了医生代表，但医生代表是少数的少数，其他的人通通反对涨价。通通反对增加总额，因为他们是不在乎整个医疗会不会崩盘通通反对。你医生再大的生意也没有办法调涨就这样等到有一天我跟你讲，我们会步上韩国那条路了。韩国那条路就是医生就是真的不干了啦。不，我觉得是这样了就是说现在政府几乎因为其他预算政府都有预算嘛，国防预算6000多亿嘛，还加上特别预算，对不对？到了人民最重要的健康，说是健保，因为你们交保费，保费就这么多，政府不能补贴政府不能。劳工现在说劳工钱不够，政府可以补贴1000亿这样补贴，健保这不生病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一定要从健保那个钱拿出来？为什么一定要涨健保费？那你政府那个钱干什么？你各部门之间的预算怎么分配的？那你政府的问题嘛。哦，因为有了健保，所以这是健保这件事情，医疗全部由健保费来负担，这真的合理吗？这真的公平吗？王慧，我觉得到现在应该立法院在我们录影的时候还在协商今天早上民众党开了一个记者会我从头到尾看完之后，我想说，我们今天这个法案大清仓，感觉非常的有进展那我刚刚又问了一下助理，看起来还在协商当中，所以我们真是太天真了。我刚刚大佬提到就是说，就是民进党随便他讲。在这个第一会期里面，整体的氛围，我觉得就是吵吵闹闹。民进党就是不好好来讨论国会改革跟相关的内容，把这个政治张力搞到这么大今天要通过的相关法案非常的多，除了刚刚讨论到的点数、健保的部分，有关大家这个身体健康的部分都不好好讨论我另外比较想讲的是新住民基本法的部分这几天在这个新住民基本法，所以我说不要随便相信民进党。他讨论完之后，他自己会出去这个协商现场，他就会翻案他可能就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可能有不同的一个说法我先帮大家回忆一下新住民有关于赖清德跟蔡英文过去怎么讲。蔡英文说呢，新住民是重要的家人。赖清德说，他在选举的时候说，他说新住民我们一定要对他尊重理解曾经蔡英文还讲过，2016年的时候，他说希望有一天民进党的主席是新移民的姐妹他甚至还说希望有一天我们新住民之子可以来选总统。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应该，你这8年我没有看你对新住民有去立出一个基本法，对于他们相关的一个权益，也没有真的好好来保护嘛。所以我觉得啦，民进党如果是现在是一个执政党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的氛围，我觉得在立法院里面是没有办法真正把大家跟民生相关、跟民众真正相关的事情来好好做讨论。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基隆市谢国良这个基隆市选委会说有9种查询回复状况就是无效的联署。那民进团体说基隆市选委会是谢国良打手那哪9种呢？限时挂号给你然后呢这个付回执逾期招领根本不回然后呢查无此人然后呢拒领那反正有9种。说他是用限时挂号，他认为有疑问的，寄限时挂号给你，你都不回答他然后呢，或是拒绝或等等，反正9种状况，他就认为说呢，你这个联署是无效的。公民团体说愤慨，不可置信，这样怎么就无效呢？那说呢，基隆县会变成谢国良打手中选会呢说选务议题依法办理，中选会认为没有寄回来就是有效那所以呢，中选会跟基隆市选委会显然有很不同的意见中选会说必要时我们要调查证据，要搞清楚怎么回事那另外呢，这个有民众说被引诱签罢良盗用声明，就是人家盗我的身份证那谢国良说这不是我，可能有些里长请他的里民签那说呢，这个民进党就说呢，市议会党团说动员里长市府机器来阻止罢免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未回函就说无效。第二是透过里长找民众声明各自被盗用那这个怎么引诱呢？就说他民众原来可能签了联署书，那现在里长问他你是不是？他说不是那你就签一个说我被盗用，那他就签了我被盗用，那现在呢，人家就说这是被引诱的谢国良说要了解是不是被盗用这有什么问题呢？另外呢，谢国良每次办了说明会后呢，有提供市民吃炒面、卤味、贡丸汤，所以他们就说，这个到底有没有违反选罢法？检察官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在密切注意。我们看一下。有市民爆料到黎明活动中心参加活动，竟然被要求签名联署。我刚听罢免，我想说是不是就是有更多的人要参加罢免？对，我就很高兴，拿过来看一下，我看它上面写就是叫你写说身份证号码、地址、联络，
我就说这要做什么。而谢国良似乎也掌握民进党团的记者会，开记者会强调调查个资这件事他不清楚。一个基隆市的市民想要了解说他是不是有被盗用联署，那如果他有这个意愿去查询的话，我想选委会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依法行政的程序？这一点也请询问一下选委会。民团号召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现在基隆选委会也展开查对作业，只不过中央地方有歧见。选委会在查对联署书过程发现有疑似伪造或无法认定，就要采双挂号方式寄查询单给联署人确认，如果没有回复就要删除。但中选会却说应该要认定为合格。双挂号收取之后有回执联，但却不寄回来，我们就不予认定。选委会也明确列出其他无效联署的9样态，包含挂号性回执、查无此人、拒领、逾期回复等等。这结果让拆量团体很生气。今天他要查证的这个动作，其实是主管机关必须要负责的。然后作为一个理由的话，其实这个是把责任推向人民，就去质疑说他是不是现在就只是谢国良以及国民党的打手。中选会也杠上选委会，搬出法令要选委会遵从中选会指挥监督。从联署书的核定天数到认定办法、拆量行动，中央地方持续角力。那伟汉。其实这个东西大家可能会看得一头雾水呢，就是9个样态啊，到底我寄了挂号信之后，他有没有把那个回执联回来哈？观众朋友，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哈，因为我们台湾也不是第一次办罢免，可以举出来的例子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像韩国瑜罢免案、陈柏惟、黄捷、林长佐那么多哈，历历在目。那中选会现在的意思是说，过去怎么办，现在就应该怎么办。所以过去如果没有把那个挂号给寄回来。其实他并不会把它剔除他的联署。那观众朋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联署书送了4万份嘛，那30792份就过关了。所以要剔除到让这个罢免案不成案，看来并不容易，他会成案的。那你在这个细节上面去坚持，我觉得两方都有道理啊。中选会讲说以前就是这样，不用加严嘛。那基隆市选委会讲说，我就按照规定办啊，他既然没有寄回来，那我当然就不算他。其实理由在哪里？细节就在于说，基隆有30万人。可是每天有大概10万人跑到台北市去上班、新北市去上课等等，他可能没有住在基隆啦。那观众他没有住在基隆，他就没有办法回去收那个双挂号信。可是他在罢免投票那一天，他是绝对可以回去投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双方都不用在这个细节上面去纠结。那我的结论很简单哈，因为我已经上次在我们节目上跟大家报告过了，蔡适应拿到7万1。郑文婷拿到6万9，这是分别60%投票率跟70%投票率所开出来的民进党的得票都没有超过7万6千票这个罢免的门槛。那以过往的罢免案来讲，像黄捷，他的反罢免票还比罢免票高1万票。那观众朋友知道黄捷那一次的罢免案他的投票率多少吗？41%而已。是陈柏惟跟那个严宽那次他51%。可这远远低于60%啊，只有5%，只有4%。所以只要谢国良好好的把他过去这段期间在基隆的他做了什么，他是小爱爸爸呢，他的女儿叫小爱，他是有爱城市。我在基隆做了这些游戏爱乐园，我为了基隆人去台北上班比较方便，那个台铁的特快车、直达车我都加开了。基隆人觉得这个市长做得不错，这个自然就过关了。那以基隆市选会来讲，我再次强调他的坚持是没有错的，依照选罢法。可是问题是，中选会现在一副要让大家觉得说基隆市选会要把这个罢免给没收掉的时候，反而增加了到时候投票那一天的投票率。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他的罢免票反而会提高。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拆量的这个联署里面呢，其实大家基本上你2阶段你要过就3万份就可以了。可是他联署到4万3千份，那也代表说这个民众在这个基隆市对于这个谢国良的执政是不满的，所以才会有这么热烈的这样的一个联署的状况。那当然现在大家是会觉得说，因为选罢法确实本来就很严啦，你在整个填写的过程当中，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误，你甚至是把这个繁体字写成简体字啊，你这个几楼的这个楼你写 F， 你不是写这个国字的楼，你就是不行。那就是会让这个民众也会觉得有点困扰，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去表达我们的这个诉求。那所以这个事情就会引起就很多的这个猜测。那当然这样也是比较是不好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当然谢国良他本人他在整个他过去一系列毕竟上任了也是1年多，有做不好的地方，他也应该是要虚心的去改正，那让民众重新对他有所信任。那我想这个对于这个整个政党政治也好，或是对于他本身也好，也是加分。
那最重要的是，国民党现在在选罢法，就是想要用逕付2读的方式，让它在这个国会里面可以直接通过，让罢免的门槛变高。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短多长空啦，因为现阶段我们看到大家对于国民党，不管是对于谢国良也好，或是对于这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也好，都是比较不满的。那你如果在这个时间点突然去提高了这个罢免的门槛，其实这个会让整个政治的情势会持续的闷烧。那这个最后到了4年后，到底对于整体的立法委员国民党的选举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我觉得这还有的看。选罢法已经过了，那个并没有提高门槛，只是加严那个联署的时候要附身份证影本，好像但是比较严呐，严格一点。我觉得较高门槛或是加严那个身份证明，或者是其他各种跟罢免的方法有关的。刚刚这个伟山强调，这些如果积怨累积的话，其实对你并不好。但是我要更要强调一点，我觉得我们台湾不管是蓝绿啊，没有从枪击案这个磨上得到教训。为什么枪击案发生呢？就是累积仇恨值。那我问你，台湾的仇恨值这3个字流行不流行？非常流行啊，而且在尽量培养仇恨值啊。但是台湾因为持枪的家户数低，所以呢，我仇恨的极致也不用杀掉你啊。但是呢，我们用另一个方式累积仇恨值，然后终结你的政治生命。我问你，终结政治生命就是罢免嘛？那跟终结你的自然生命就杀掉你啊，有没有一样？很像啊。所以我在这里，我跟全国人民讲，我从今天开始1个月内，我一定尽量宣扬说，民进党如果不赶快回头，培养仇恨值，然后在今年下半年跟明年上半年进行这种很奇怪的罢免案，我觉得最后你会倒过来自己吃亏。那贝君，我想这个刚刚伟山讲了罢免这一件事情哦，就是把门槛加严或者从严认定，对大家来讲，我觉得不分党派是好事啊。你各位这个民众纳税人，难道想要花这么多钱跟时间选了一个局，然后轻轻松松的反对，或者是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再把它推翻，再来选一个，变成恶性循环，一个选举都要选3次，这个是非常劳民伤财的事情哦。中选会现在发函给基隆市选委会，是讲说，如果我发现同一个笔迹代签或者是未刻印章这些伪造请示，要寄一个查询单给当事人。那如果这个不能，中选会要求说不能因为当事人没回应，然后你就把他剔除，应该要综合其他事实哦。但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基隆市选委会的做法，审查时发现可能伪造，或者是查核意见不一的时候，去问这个人你有没有参与这个联署？本来就是一个依法行政的模式哦。那中选会现在要挑这个出来做点，我认为其实就是所谓的从宽认定哦。那说真的，这个在逻辑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莫名其妙被寄了查询单，在选委会第一关的时候，已经基本上他判断认为说这可能是假的，所以才会发函给你个人再去做确认。那没有办法确认的时候，你去剔除，你要把这个扣上说是打压，那你怎么不说？你一张联署根本不知道真伪，而且找不到联署人的联署书，那还要被当成真的，这个判断才是比较有问题的吧？休息了再回来。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说呢，核三研议有2大前提，因为核三一部机组到期了，另外机组也快了啊。郑丽君说，第一个要确保核安，第二个核废料要解决，才有可能研议而且呢，你现在必须要先停下来，再让它检查，这一下就要3到5年那另外呢，这个核废料燃料池都满了，怎么办都不准新建这个干式储存槽那另外呢，经济部他们有个全国电力报告，说将来火力占我们的75%那绿能就可能要占25%嘛，因为你没有核能啦，那你怎么办呢？可能天然气啊、燃油啊、燃煤啊，这都是火力嘛。那你跟全世界的趋势刚好相反那另外呢，所以 AI 将来吃很多电 ，AI 的吃电5年要成长8倍吃电量，所以未来10年用电量每年增加2.8%。那经济部长靠什么呢？靠天然气来调节。天然气是很危险的，我们又没有天然气，都要进来，对不对？你储存槽的问题，你供气的问题，你安全的问题，你会不会被这个国安的问题都是问题。那另外呢，经济部的电力需求报告呢，
把不确定的机组也都放进来，说没有问题啊，我们这个核电不用，我们有新的机组啊，包括呢这个很多啊，譬如说这个四阶环评都没过，你就把协和电厂算进来了哦，已经确定延宕的离岸风电3之1期、3之2期，你都把它放进来，那你到时候根本没有这个发电的设施嘛。那另外呢，2027年以前，夜间的供应的这个备转容量都只有发电的一半，就晚上根本不够，就没有太阳能了。哦，那另外呢，这个经济部估计 AI 5年需求这个需要8倍，说核3厂2部机组都延役也不够哦，所以呢，那怎么办？好，我们看一下。使用了核能40多年，但核废料一直燃料池已经满池，也在炉心退不出来，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同意干存设施的新建，所以干存设施也必须中央地方有共识。那核3也未来也必须要有核废料有解方，也就是必须在核安要确保核废料有解方的2个前提底下，那么才有可能来进行社会要不要继续让核3运转的这样的社会讨论，才有一个现实的基础。洪大兄，我想我们台湾啊，很多政治人物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像我们主持人赵大哥，在这个题目上讲了，我看有10多年了哈。其实这个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这个美侨商会、欧洲商会，他们都说台湾可能就会缺电，那些人难道是共产党吗？啊，我们在讲这个童子贤是跟现的执政党非常友好的吧？黄仁勋，你不能说他是什么党的人吗？他们2个也都提出这样子的警语，难道这个是骗人的话吗？我们再看哈。备载这是越来越低，你知道日本跟韩国人备载都超过15%以上哎，台湾现在多少5、6，只要你发现有一个电厂一跳电以后，你的备载立刻就不够了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台湾现在的 GDP 靠我们的电子产品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刚才讲5年会增加这个8倍，8倍是多少？以现在用量就是240万千瓦以上，就是2个核能，现在是核32个核能机组还要多。那你这些电，如果说尤其是生产晶片的，你电突然停掉以后，我跟你讲，生产线上的通通是0啊。所以我是觉得，这没有人有什么恶意，跟共产党也没有无关，跟政党也没有相关。大家为了确保生产的品质，让台湾的经济不会受到影响。王慧，我觉得就是能源问题，我觉得民进党政府还是要面对现实的状况啦。哈，就像刚刚费老提到的，其实不管是童子贤然后李远哲，他们最近都有出来讲嘛。哈，那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做一个平衡。刚刚那个赵大哥讲的那个数字，我就跟大家讲，因为他的这个再生能源20%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他跳票了，因为从2025已经延到2026嘛，哈。那我就讲他的诚实部叫审计部哦，就针对他的离岸风电的执行率的部分，其实审计部在去年也出了相关报告，就是做不到嘛，就做不好，大概就是不到60%这样。所以呢，我觉得民进党政府还是要好好来面对这个事情，要务实面对哈。就是说，在这个核能的部分，到底要不要延役？我想大家已经表达非常多。而像飞老刚刚讲，我觉得大家没有恶意，大家都希望我们的民生经济可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到现在哈，在我们录影的同时，我还是要讲电业法呢。在今天的这个立法院要表决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案哈，蓝白应该都已经有共识。针对这个电价审议委员会的部分其实都已经达成相关的共识。我们也希望未来在电价的审议方式上面可以更公开透明。我希望民进党的委员呢，在稍后的这个，希望可以好好把它表决，让它可以通过。那伟山。台湾暂时没有缺电，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看到这个备载的这个电量其实是14.06哦，所以其实我们台湾真是没有缺电。不过前一阵子偶尔会断电，那是因为我们确实在一些基础的一些建制上面可能还需要持续的在更新，那所以偶尔会有遇到这个跳电的状况。但整体来说确实是没有缺电，反而缺的是绿电，因为有绿电的话，我们在台湾在做出口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要出口到欧盟啊或美国啊，才有办法有比较大的竞争力哦，不然你是卖不出去的。那其实台湾现在就
要发展这个绿色能源，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所谓的储能设施，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自然性的发电，它可能会有所谓的区间，比如说白天的话就是太阳能，那可能在风力比较强的时候，可能风力发电会发的比较多，那这些多余的电其实应该有个储能设施来做一个调节。那台湾在这一块上面确实还是缺少的，那我想这一块必须要早点就来做补足。那核能的部分确实，因为台湾位处地震带，我们还是以最好的方式去进行这个施作。那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我想这应该是两党的共识啦。因为毕竟之前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他也曾经讲过这句话，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那当然核电后续的这个储存的方面的这个成本，其实再加进来的话，这个电价其实是大于这个绿色能源非常多的。那我想这个综合评估之下，我觉得民进党当然还是用稳健的方式持续的来帮台湾做这个能源的转型。那当然这个非核家园的这个部分持续要做，那绿能的部分现在可能有一点缓慢，但是我们还是持续的要把它达到我们要的目标。伟汉，倒数10天啊，核电减半。今天是7月16号，那7月26号就是核3电厂的1号机要除役的那一天。那过了12点727，所以报纸都写727哦。观众朋友，这是目前经济部的计划哈，我们的台湾的电厂，所有电厂啊哈，所有的电厂哈，那这个是叫做汰除计划。所以现在是2024，今天我们是2024年嘛，好，来大家看一下。2024年的时候，我们会核3的1号机95万千瓦，7月26号它会除役，这个按照计划走。可是麦寮的1号跟2号机没有要剔除，这是燃煤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还在跟有时候帮他跟俄罗斯买煤炭，我们燃煤电厂继续火力发电，这2个应该要剔除的没有剔除。明年的5月17号，另外一个机组也是95万千瓦，观众朋友，2个90万加起来大概190嘛。可是这3个这个燃煤的和麦寮的1、2、3加起来各60万180，差不多呢。好，这个是要剔除的这2年。那要增加的部分呢，就是新达电厂、大潭电厂跟台中的火力发电厂。所以现在就是会用火力来弥补核电啊，那方向就是这样了。那包含了行政院的副院长，刚刚我们看的那个他的回应的影带，他的意思是说，第一个你要把那个燃料池里面的燃料拿出来，所以核1跟核2就没有办法，因为根本没有干式储存槽。核3燃料池没有满，但只能再用4年。那就算就燃料池还没有满，也不能用，因为第一个法令的问题。立法院国民党说跟民众党说要把那个法令5年前就松绑 OK， 松绑以后我们就要进到技术性的再检查，那个需要3到5年。所以2028年以前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了，何况最后补一点的因为大家都在讨论童子贤，他是副召集人，他一直说他要用核能，大家觉得说可能赖清德会用，不要忘记郑丽君也是气候委员会里面的副召集人，总共3个嘛，另外一个众议院的院长，那郑丽君跟那个众议院的院长，他们2个人都没有支持核能，只要赖清德总统没有转弯的话，那我们在明年的5月17以后，台湾就开始进入到完全没有核能发电的时期，用火力来替代。我认为这个能源的结构或者电力到底够不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为什么每年都在玩这个游戏？很多事情可以吵吵闹闹，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可以的。因为台电的报告出来以后，我觉得国会也没有很负责。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报告到底每年能不能够如数达标？有的话当然最好，没有的话呢？没有的话，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要受到什么样的处分？你要负到责任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国会在这一点其实没有很严肃的态度去做到让台电很紧张。我觉得台电他每年就玩一次嘛，每年玩一次，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照样过。佩君。对啊，因为就像大佬讲了，我实在看不出来民进党的稳健稳在哪里哦。因为台电今年的状况就是行政院在5月的时候又决定拨补1000亿哦，然后再加上电费调涨大概630亿，你以为这样就没亏？没有，今年还是亏100亿。所以我不能接受就是发一度电亏一度电这种错误的政策，你要渔民讲说这个是稳健，这不是稳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哦。所以回到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健保点数，其实我不能接受错误的政策，像台电这样子，但是国家无条件的一直去拨补它。可是健保点数这种人命相关的事情，你在那边小气巴拉，预算用完可以拨补啊，那不需要去用这种什么健保费会涨来情绪勒索民众。医护荒关床这件事情，各位民进党大官，这难道不够严重吗？我跟各位讲哦，现在进急诊室哦，你最好祷告你是急诊室里面最严重的人，不然会发生什么事？我上礼拜接到一个澄清，车祸开放性骨折，医院告诉他说抱歉，明天才能开刀，不是你不够严重，是前面有更
更多更严重的人。这种事情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发生，然后你还在那边云淡风轻，吵着0.5、9块9补贴一点要补0.9还是0.95还是1？我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补贴台电1年1000亿，眼睛都不眨一下，这不是荒唐吗？这个就是说电的问题2个了，一个是够不够，一个是贵不贵。够不够就是电的够不够嘛？你发电够不够？就算够，贵不贵？你现在舍弃最便宜的核电1度1块多，你是将来要靠天然气调节，1度4、5块，绿能1度5、6块、6、7块，那你到底这样怎么算的呢？现在我们如果讲持家的话，也不会这样去持啊，对不对？你总是希望多元呢、有的贵的，有的便宜的，然后这个机载发电比较便宜的，然后贵的是不得已用才用。每天跟我们讲够了，那光够了又怎样呢？够了很贵啊，那大家要不要付电费呢？你怕付电费，你选票丢了就补贴1000亿、2000亿、1000亿、2000亿这样补贴，说不能补贴健保，为什么不能补贴医护人员？为什么不行？你都是怎么想的？这很奇怪嘛。所以你看嘛，不能就靠天然气调节，全世界有这。